来这家餐厅吃饭要提前带点狗粮，狗粮是给服务员的小费。因为这家餐厅的服务员是条狗，每当顾客上门，他就会点头欢迎，还一直保持微笑。客人一次来了很多，他会挨个点头欢迎，不会漏掉任何一个。3个孩子在他的耳濡目染下，也学得有模有样。等顾客落座后，他先叼着篮子送上菜单，接着再送上湿纸巾。老顾客来吃饭，都会提前带上一把狗粮，作为小费奖励他。平时只要客人喊一句，他就会上前帮忙。客人觉得电视声音太小，他就会积极送上遥控器。饮料机里没有纸杯了，原本在旁边休息的狗狗又立刻把纸杯送了过去。晚上饭店打烊后，他就化身清洁工，叼着扫帚开始工作，扫不到的一些犄角旮旯里，就会钻进去把垃圾叼出来，熟练的丢进垃圾桶。而且他能分辨出什么是垃圾，像这把掉地上的勺子，捡起来就交给了主人。主人说狗狗已经在店里待了7年，从来没和客人发生过不快，不少客人还专门跑来看他。有了他的帮忙，自己轻松了很多。这还真是现实版的汪汪队立大功呀！这家炸鸡店的店长是一只母鸡，名叫泰美，已经在餐厅就职了2年半。每当顾客上门，她就会点头欢迎。泰美还会站在员工肩膀上陪同送餐，上餐前还要打个名。顾客说看到她都不好意思吃炸鸡了，但不得不说，他家炸鸡是真好吃。有多好吃呢？你看吧，连泰美都喜欢吃，而且她最爱吃的还是鸡米花。老板说，自从泰美来到餐厅后，餐厅生意都变好了，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，都觉得他家炸鸡是真材实料。平时只要客人叫一声泰美，他就会跑过来表演练习了2年半的舞蹈。第一次来的顾客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大家不禁有个疑问，为啥这只鸡没有被做成炸鸡呢？原来2年前它还是一只流浪鸡，误打误撞自己就溜达到了炸鸡店。可能是这里面飘出来了熟悉的味道，也可能是门口炸鸡的 logo 吸引了他。老板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，把它当成了店里的吉祥物，平时还喜欢带着泰美到处炫耀。隔壁烤鸡店老板对此十分羡慕，泰美深刻诠释了什么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但就怕有一天炸鸡店缺货了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一家偏僻的农家小院，每天却有大批40、50岁的男人慕名而来。男人们一波接一波，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。只因这家有个30岁的离异少妇，这群男人就是来讨媳妇的光棍汉。要想见到女方，先在院子外排队等面试。为了这次相亲，厨师老李特意请了假，从几百里外赶到这儿。排队期间还听到有人说，今天人还算是少的。等了半天，终于轮到老李面试。女方母亲一上来就盘问了老李的家庭存款情况，随后就被请到院子外等结果，一等就是2个点。随后没人传话来说不用等了，女方嫌他个子矮，直接淘汰了。老李一肚子气，来回车费都花了不少，结果连人都没见到。出于歉意，媒人立马又给联系下一家。隔壁村33岁的大姑娘，也是最近刚离婚，一伙人匆匆赶了过去。可等到天黑，老李也只和姑娘父亲搭上了话，就因为个子矮，再次惨遭淘汰。老李只能感叹一番，这就是当今社会的残酷现状。和老李一样，42岁的老杨一早起来将脑袋和皮鞋擦得锃亮，为即将到来的相亲做着准备。家中的毛坯房至今还未装修，老杨一边打扫一边嘴里念念有词，要是这次能谈成的话，马上开始装修。10多年间，老杨来来回回已经相亲20多次，大部分情况是一见面对方扭头就走。老杨将原因归结于自己长得不帅，还顶着个光头。为此，老杨特意找人 PS 了一张带头发的照片，让媒人拿给女方看。招数很快奏效，可女方刚见面就迫不及待钻进车子落荒而逃。老杨迫切地想知道对方的态度，连着发10几条信息，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老杨觉得是女方嫌弃自己是农村人，可谁料随后女方竟主动打回来电话，这让老杨乐开了花。当听说对方对自己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，老杨赶紧趁热打铁，定下了下次约会时间。第2天，两人约在公园见面，起初还相谈甚欢，一同荡秋千，但气氛突然急转直下。女方把老杨晾在一边，跟别人有说有笑打起电话，刻意拉开跟老杨的距离，忽冷忽热的态度，只因老杨没能满足女方提出的20万的要求，刚见面就要他拿20万，老杨不由得心生警惕。这次相亲自然也以失败告终。由于过去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，导致男女比例失衡，千万男性面临着结婚难的窘境。有老婆的男同胞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！他每天都要喝杯新鲜的冰红茶，起床就去厕所接，从1天喝1杯，直到后来的1天5杯，已经持续喝了2年。他说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红茶口感也不一样，有时候咸有时候甜，尤其喜欢上火的时候，焦黄的颜色让他沉醉。最急的人是他女儿，怕他喝死了，劝他少喝点。大姐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喝着不过瘾了，直接把黄色液体当牙膏用，说刷完的牙变得更白了，甚至还把液体当眼霜和爽肤水，头发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时把液体加在浴缸里，洗完容光焕发，还能用液体洗鼻子，据说能治疗鼻炎。那他到底为啥要喝黄色液体呢？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医生说最多还能活几年，于是他决定放弃化疗，找到了这种治疗癌症的偏方，而且他还认为这种偏方很环保，可以循环利用。女儿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，
看看这黄色液体是否对癌症有效。如果真有效，那以后就尽情喝就是了。来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肿瘤扩散更快了。很明显，这液体一点作用都没有，甚至还耽误了病情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肿瘤，这样才有可能缓解病情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3天不洗头才能来这家餐厅吃饭，这并不是餐厅的规定，而是顾客自发这么做，都是因为店附近的一只麻雀。这只麻雀爱吃头皮屑，一旦发现有人来餐厅，立马就飞到头顶上，来回扒拉着找头屑吃，一点都不怕人。吃饱喝足就躺头顶休息，把头顶当成了家，这些倒也无所谓。关键有时候会在头上拉屎，这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了。平时他就蹲在树上观察过往行人，附近居民的头都被他光顾过，有次把大爷的假发都拔掉了，大爷出门只好戴上了帽子。不过大家还是挺喜欢他，为了和他亲密接触，甚至几天不洗头，只要喊上一句，他就会朝头顶俯冲下来。但刚刚却发生了意外，麻雀被一只红隼盯上了，在飞行过程中被抓到，饥饿的红隼叼着麻雀飞到楼顶啄食，麻雀奋力挣扎但无济于事，羽毛被一点点扯下来，麻雀很快停止了挣扎，大家也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麻雀被吃掉。附近居民都把麻雀当成了家人，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小哥感慨世事无常，没想到刚刚给麻雀拍的视频却变成了他最后一刻。但大自然就是这样残酷，愿麻雀的天堂里没有红隼。猫头鹰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每天早晨准时给大叔送老鼠，已经持续了4年。如果看到大叔无动于衷，他会把死老鼠直接往嘴里塞。不仅仅是老鼠，偶尔还会带来其他礼物，就比如蛇之类的，就问你敢不敢动。有时大叔睡得很死，他就叼着老鼠在旁边等得不耐烦了，直接上前对大叔叫个不停。这波操作让人哭笑不得。这猫头鹰是大叔在野外发现的，当时他受伤严重，悉心照顾了2个月，和大叔的感情愈发深厚，与家里的猫和鸟都成了好朋友。等他恢复健康后就放生了，但他没有忘记大叔的恩情，时不时就飞回来探亲，每次都不会空手来。对猫头鹰来说，最好的礼物就是老鼠，所以每次都会带来新鲜老鼠。他也很懂人情世故，顺便还会给鸟带上几只，但每次都把鸟吓一跳。吃不了这个谢谢啊。接着他又来到另一只鸟旁边，站在笼子上思考良久，算了，还是自己吃吧。后来大叔又收养了一只小猫头鹰，他也是各种照顾各种喂，这房间里只要是活的东西，他都必须要一个个喂一遍，妥妥的社交牛逼症了。这个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饭，也要来村口的池塘边蹲着，全都神色紧张地盯着池塘。有人还不停数着什么，因为最近村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，村口池塘里的金鱼神秘消失了，之前有50多只，现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，老人们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，现在吉祥物没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。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，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，但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，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，有人认为是黑头鹳干的，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过它，还有人觉得是水獭或者海狸鼠，甚至还有说是水怪的，一定就藏在水下，建议把水抽干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大家越说越离谱，村长看不下去了，冷静分析了一番，认为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。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，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，安个监控看看吧。村长决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。村长边吃边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，终于村长睡着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，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，只见他快速穿过围栏来到池塘，很快抓到了一条鱼。你觉得这玩意到底是个啥呢？大叔只是在家泡了一瓶人参酒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，只因这瓶里的人参实在不一般，泡在酒里5年后竟然死而复生，长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。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，至今已经5年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宝贝，甚至有人出高价想买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绝了。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，说喝了这酒气色都变好了，但药酒厂老板却表示，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，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，猜测可能是大叔泡酒前人参就已经发了芽。难道大叔说了谎？没办法了，大叔接着展示了当初泡酒的照片，照片上人参确实没有发芽，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？大家又找到专家，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，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。专家表示，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人参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？专家猜测，泡酒前人参可能就已经长出了芽苞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而且人参表皮细胞非常坚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，芽苞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，长到了6厘米的样子。随着酒精渗透，人参也就死掉了，最终就变成了这样子。大爷没病，却在家里常备一箱狗皮膏药，每天睡觉前妻子就会帮他贴膏药，手上、额头各来一个，耳朵、下巴也不能少，除了眼睛，全身都贴满了狗皮膏药，像个木乃伊一样。现在就可以安心睡觉了。
但妻子却说他根本就没病，甚至比同龄人还要健康，啃骨头比狗啃的都干净，下地干活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由于身上贴满了膏药，太阳一晒就会变得很烫，所以不能长时间在地里干活。街坊邻居都不能理解大爷的迷惑行为，而且长期贴膏药还对皮肤造成了严重伤害，有些部位都出现了溃烂。检查后发现情况更严重，大爷患上了接触性皮炎，必须要停止使用膏药。那他为啥10多年来每天坚持贴膏药呢？经过心理咨询，才知道原来10年前大爷不小心掉进了坑里，过了3天3夜才被救上来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做噩梦，每天都感觉有东西在身上爬。偶然贴了一次狗皮膏药后，竟然连续2天都没有做噩梦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膏药了。医生给的建议是定期来医院做辅导，慢慢改变想法，做噩梦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。这只狗每天坐公交车去找女朋友，只见它熟练的上车，和司机打过招呼后，疯狂的摇着尾巴来到后排。大家都认识它，很多人坐车就为了看它一眼，找了个靠窗的空位坐下。如果说有老年人的话，它还会主动让座。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。有好几个地方我还没尿过呢。他知道什么时候下车，会提前来到司机旁边，摇摇尾巴，再叫2声示意下车。下车后来到一家餐厅，一进门就开始撒娇，原来这是他的家。主人说有次他2天都没回家，于是就去外面找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没想到的是，刚走到公交站牌，却看到他从公交车上跑了下来，也不知道他跟谁学的。主人说这样也挺好，自己遛自己很省心。吃饱喝足的狗狗躺在炉子旁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就想要出去玩。主人解开链子，他立马跑到路边等公交车。大家决定跟着他，想看看他每天跑出去到底在做什么。只见他下车后穿过一片树林，来到了一个小亭子，一只卷毛狗高兴地迎了上来。原来这就是他每天约会的女朋友，没想到女朋友还是混血的，体格比他大了1圈，但这不重要，小别胜新婚。2只狗紧紧抱在了一起。大妈端着刚熬好的牛骨汤进了厕所，直接用骨汤洗脸。她说必须要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，这样对皮肤才好。更夸张的还在后面，洗完脸后，她竟把生牛肉当面膜，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，血水还不停往下滴，用完也不浪费，直接吃掉。最急的人是她妹妹，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，容易引来非议。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，去医院检查发现身体还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，但她并不在意，反而还让记者也试一试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，边涂边问记者敢不敢动，完事还让记者尝一口。记者含着生肉，迟迟不敢往下咽，因为每天吃新鲜牛肉开销太大，他没事就要去餐厅打工，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。老板看到也不敢说什么。下班后他来到海鲜市场，这又要干啥呢？只见他选了一条鱼，简单处理了一下，抱起来就啃，不一会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。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？大家带他来到医院，结果在肠道里竟然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绦虫。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，还告诫他为了健康不能继续生吃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狗狗一瘸一拐爬回了家，主人看到却差点吓死，因为这狗4天前就死了，死于一场车祸，明明都埋了起来，现在却活生生出现在眼前，从受伤的后腿还能看出车祸的痕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时发生车祸后，狗狗很快就停止了呼吸，主人非常伤心。邻居大叔帮忙把它埋到了附近山上，但之后的几天，主人隐隐约约听到一声熟悉的狗叫，起初还以为自己幻听了，后来老公也听到了这叫声，他们循着声音找去，终于在附近水沟找到了死而复生的狗狗。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议，死而复生真的存在吗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夫妻俩赶紧把狗带回了家。听到消息的邻居更加震惊，毕竟是自己亲手埋起来的，所以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它到底是怎样活下来的呢？专家发现埋葬的地方深度比较浅，土壤颗粒很大，而且非常松软。如果狗狗没死的话，可以很轻松地爬出来。通过土壤上的痕迹，就可以判断出狗狗的爬行轨迹。狗狗就是这样拖着后腿，一点点往家的方向爬，过程中掉进了路边的小水沟，狗狗才得以活了下来。最终在这里被主人发现，随后狗狗被送去治疗，经历了长达4个小时的手术，骨头都恢复了原位，只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，狗狗就可以重新站立了。省流，狗子没死透。在这里采蜜要提前带上1只公鸡，给鸡头淋上一点白酒，进行完一场奇怪的仪式才可以进行采蜜。这种蜂蜜1斤就要5000元，吃上几口就会醉得不省人事。然而摄像小哥根本不信，浅尝了几口，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生不如死。在尼泊尔的大山中，生活着一个专门采蜜的古龙部落，他们与世隔绝，当地的老人都很长寿，据说就是因为长期吃这种蜂蜜。又到了1年1度的采蜜季节，他们带上要用的绳索就出发了。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，来到大山深处的悬崖，悬崖上一块硕大的蜂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他们到现在还延续着古老的采蜜传统，采蜜前要做个仪式，献祭1只公鸡，以表示对大山的敬畏之心，顺便祈祷平安。仪式完成后，现场制作梯子，把木棍插在用竹子编织的绳索中，再加以固定，就做成了天梯。接着在梯子上浇水，避免采蜜时被烧坏。一切准备妥当，
他们来到悬崖顶部放置天梯，采蜜前又点燃了火堆，用烟雾驱赶蜜蜂。这里的蜜蜂体型很大，尽管有烟雾，蜜蜂仍然咄咄逼人。其中一个同伴穿着短裤，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爬上了天梯，一步步接近蜂巢。他持续用烟雾驱赶着蜜蜂，等蜜蜂跑得差不多了，开始了采蜜环节，用工具切掉蜂巢。蜂巢掉落到下方的竹篮中，等收集到满满一竹篮，团队成员就会把竹篮拉上去。他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看得出来今天是丰收的一天。现在他们开始过滤杂质，手动挤压蜂巢，经过竹篮的过滤就可以得到纯净蜂蜜。摄像小哥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。村民说一次不能超过3勺，否则就会产生幻觉。小哥没在意，直接吃了一大块，吃完还忍不住舔手指，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村民听到这话微微一笑，完成了采集。他们收起天梯启程回家，临走前还会故意留下几块蜂巢给山里的动物，以此来感谢大山的馈赠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小哥开始出现幻觉，醉倒在路边，接着还吐了起来。他终于体会到了蜂蜜的威力，随后他突然开始抽搐，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。村民却并不担心，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休息片刻后，小哥终于恢复了意识，但还是不能走路，村民也只好背着他。蜂蜜之所以有这种效果，是因为山中有大量的杜鹃花，花粉中含有一种毒素，蜜蜂用这种花粉酿造的蜂蜜也自然含有了这种毒素，所以吃完就会产生幻觉。当地人一般会在蜂蜜中加入特殊的草药来分解毒素，沉淀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常食用。这种5000一斤的致幻蜂蜜，你敢尝试一下吗？在一片荒山中，隐藏着一座22层的高级酒店，号称是亚洲最恐怖的酒店。酒店常年被烟雾笼罩，外墙还有大片的红色印记，显得异常诡异。虽然看起来荒废了很久，但其实还在营业。据说在周末房间都会订满，不知道住的到底是人是鬼。网站上还有很多负面评论，让人看得毛骨悚然。很多人就留言劝告，千万不要住这个酒店，否则会后悔的。小哥不信邪，决定来探险。酒店位于马来西亚，通往酒店的路迷雾重重，报废汽车随处可见，显得非常荒凉。然而路边硕大的酒店指示牌却显得非常新，处处透露着诡异。而且越靠近酒店，手机的信号也开始变差。来到酒店，顺着楼梯往上走，才发现进入酒店的通道都被封上了。找了半天，找到一部电梯，但按键完全没反应。奇怪的是，电梯的楼层数字却在快速变化，也不知道谁在控制。最后小哥通过紧急出口来到了酒店内部，一切变得正常起来，出现了一条购物街，人也多了起来。他找到了一个店主咨询，店主说酒店旁边有个大赌场，很多人都在那里输得倾家荡产，有些人回到酒店就会选择跳楼，所以这里怨气很重，确实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，有时晚上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小哥决定在这里订一间，亲自感受它的诡异。回房间的路上，看到一个长期上锁的房间，门上还贴着一个奇怪的符咒。酒店人员说，这间房子被诅咒过，发生过很多超自然现象，没事尽量离它远一点。来到自己的房间，他还煞有其事地敲了3下门。进入房间发现装修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，但怪异的是，床头竟然装了个镜子。虽然在22楼，阳台却并没有封死，向外看去一片雾蒙蒙的，外墙上一片片的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迹。酒店人员告诉他，红色印记虽然看着恐怖，但并不是血迹，只是因为潮湿生了红色苔藓而已。来到晚上，酒店零星亮起了灯，气温开始骤降，睡到半夜他直接被冻醒了。也许是因为风太大，阳台上的门被吹得一直叫，就像有人在房间吹口哨，不断吸引他去阳台。小哥说不知为何站在阳台上，总有种想往下跳的冲动。为了保命，小哥没敢再睡觉。如果给你1万块，你敢在这里睡一晚吗？这种会上树的羊拉的屎，竟然是当地有名的美食。当地人会在里面加入少量蜂蜜后，用来蘸着面包吃，据说口感醇香浓厚，跟我们吃的麻酱有相似的味道。就是这一群会上树的摩洛哥山羊，它们的蹄子分开后可以牢牢卡在树杈中，站在树上如履平地。山羊上的也并不是普通的树木，而是当地一种非常珍贵的阿甘树。这种树能生存上百年，果实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果核则可以榨油。手动去皮的话比较费劲，所以山羊上树就扮演了一个去皮机的功能，不但能喂饱这些山羊，还能省下不少的工序。山羊无法消化果核，会随着粪便排出，果核经过山羊的消化后，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味，令当地人神魂颠倒。当地人收集这些粪便，在里面筛选出果核，经过手动清洗、低温烘烤，然后再将其用石磨碾碎，这样就生产出了阿甘油。阿甘油被称作液体黄金，是公认的天然护肤品，还可以作为护发素，能修复受损的毛发。另外，阿甘油还是绝佳的食用油，味道醇香浓厚，据说价格很高，大约每升300美元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油。为了大规模的榨取阿甘油，现在都会采用机器榨油，这种方式出油率高，但是会少了一种风味。榨油后剩余的残渣，味道和我们吃的芝麻酱颇为相似。摩洛哥人会加入少量的蜂蜜，用来蘸着面包吃。如今在摩洛哥的很多地区，仍然可以看到山羊上树的场景，但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，游客可以和他们合影，但很少能吃到羊屎炸的油了。一群专家对着一坨大便又摸又闻，
还用吸管收集起来。只因这坨粪便不一般，是这面墙拉出来的。每天早上这面墙就会出现满墙粪便，有长有短，有粗有细。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什么动物会在墙上拉屎呢？大叔认为应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，但仔细想想，自己并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啊。他甚至偷偷安装了监控，始终没有拍到任何可疑人员，但粪便每天还是准时出现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这到底是谁的大便呢？大家请来专家，决定从大便入手。专家对其取样化验，只要提取到其中的 DNA，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节目组也没闲着，又偷偷安装了几台摄像机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整条街道，一直到早上都没拍到什么可疑人员，但粪便还是准时出现了。大家仔细查看监控录像，发现大便是突然从天而降的，没有任何征兆，确实是奇怪啊。与此同时，粪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，专家说这就是人类粪便，而且还是个女人的。听到这消息，大叔更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是谁做的呢？既然是人为的，那一定能拍到他。节目组把整个街道都装满了摄像机，发誓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终于在第5天拍到了大便的飞行轨迹，还拍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监控显示，大便就是对过邻居丢过来的。看到这个结果，大叔懵了。邻居名声挺好的，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为啥会这么做。白天节目组拜访了邻居，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说可以帮忙打扫，以后会看住妻子，不会再让她乱丢便便。知道真相后，大叔也表示理解，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，起码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，大不了就勤快点刷墙呗。在鲱鱼罐头工厂上班是种怎样的体验？据说质检员的工资非常高，看完有点心疼质检员。这家瑞典工厂在每年5、6月份，一周就能收到60吨新鲜捕获的鲱鱼。制作鲱鱼罐头第一步就是去除鱼头和内脏，通过传送机把鱼送到离心旋转机，让鱼头朝一个方向排列，水流会对鲱鱼进行简单清洗。接下来的机器每分钟能切掉400个鱼头，同时挤出内脏，身体顺着传送带被装进大桶，接着加入大量的盐，在盐水里浸泡2天，2天后捞出，让鱼自然发酵。发酵前先加入1桶血水，它们称为卤水，这里面有发酵所必需的酵素。最后封上盖子，一桶桶的鲱鱼被存放在储藏室，温度维持在12到15度。整个发酵过程需要持续几十天，质检员会根据桶里的气泡声来判断发酵是否完成。这家工厂始终坚持手工灌装，工人都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，可以面无表情的工作，甚至不用戴口罩。罐头里要加上足量的臭卤水汁，这样才正宗。最后清洗下外壳，就可以装箱了。现在还不能直接吃，需要让它继续发酵1个月，等罐头鼓起来的时候风味最佳。质检员最后还要亲自试吃，他浅尝了一口，转身就把鱼丢了，反手竖起了大拇指。臭烘的就是这个味。有人形容鲱鱼罐头的味道，就像连续吃了1周臭豆腐，在憋了1周终于排泄出来后，凑在马桶上闻的那个味道。这味道却让瑞典人欲罢不能。瑞典每年吃掉80万罐鲱鱼罐头，按照当地习惯，开鲱鱼罐头必须提前通知邻居。正确的吃法是把鲱鱼罐头放在清水中打开，一方面可以防止汁液飞溅，另一方面可以清洗鲱鱼，洗干净就可以夹在面包里食用。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心，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。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，但只要有希望，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。他每天吃饭要先倒上3碗汽水，温度还必须是常温的，这就是他每天的主食。这一点点米饭只是配菜而已，一勺汽水就这1口米饭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饭接着又炫了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。大叔说每天都要喝3瓶1.5升汽水，已经连续喝了33年，就连吃药都是用汽水送服。问他为啥不喝水，他却说喝水会死。这回答把小哥都逗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去厨房倒了1杯水，喝下1大口，紧接着他开始疯狂呕吐，额头也渗出了汗，神情变得恍惚起来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。大叔说从4岁开始就不能喝水了，他认为都是因为4岁时做的那场手术，手术的副作用导致他对汽水上瘾，就这样喝了33年汽水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牙齿也被腐蚀坏了，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水平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，有些关节都粘在了一起，情况非常严重。至于他为啥不能喝水，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当时手术后服用的药物引起的恶心反应，这种恶心反应被他错误地认为是水导致的，加上心理作用，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喝水，只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就好了。几天后节目组回访，发现他把家里的汽水都丢了，现在每天都吃蔬菜，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。你看33年的习惯都可以改变，所以说改变自己从来不会晚。这里的人穷的只剩下了钱，每天要去摆摊卖钞票，把钱当废纸论斤卖，个个都是亿万富翁，却吃不上饭，甚至有人被活活饿死。他们每天拉着成捆的钞票去摆摊，一沓沓现金就像冥币一样随意堆放在地上，没有任何安保措施，根本不担心被抢。这一幕发生在索马里兰的一个钞票交易市场，这里是全球唯一的钞票交易市场，交易过程也很简单，
不需要点钞机，也不需要验钞机，都是论斤卖，一般1斤能换$1，偶尔多个几斤几两也没关系。摊主有时会多送一些，来挽留回头客。家家户户堪比私人银行，即使有1亿现金掉在路上，也没人愿意捡。因为自己家的钱都卖不完。更奇葩的是，这个国家不被国际社会认可，在任何世界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国家，所以他们的钞票在世界范围来说不具备任何价值。他们使用的货币叫索马里兰先令，于1994年由国家银行发行。由于官方随意印刷货币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，货币连年贬值，出现钱不再值钱的局面，买颗白菜可能都要花个上百万，所以他们更愿意把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。于是就有了卖钱这一奇葩景象。这里人口非常稀少，就业率很低，当地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。由于气候炎热少雨，经常出现干旱的现象，导致饲养的牲畜大量死亡，周围环境一片萧条。即使在首都，也没有任何繁华的景象，反而显得脏乱差，大部分地方破败不堪，很少能见到水泥路面。索马里兰的人穷得只剩下钱，却仍旧吃不上饭，令人唏嘘不已。他们仅靠一把鱼叉就能捕获20米长的鲸鱼，捕鲸过程惊险万分，很多人因此丧命。但捕鲸对于他们来说却非做不可。鱼叉手是团队中最重要的人，他们站在船头，不停地在海面上搜索目标，发现猎物时就要跳到空中，用鱼叉精准刺中猎物，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。突然前方闪过一个黑色身影，他们喜出望外，一头虎鲸出现了，渔民飞速向它靠近，捕猎正式开始。虎鲸游得飞快，鱼叉手瞄准目标，奋力将鱼叉向虎鲸刺去，然而却扑了空，眼看着虎鲸消失在了视线中。不过还好，一群翻车鱼又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这种鱼小的有1米，大的足足有4米。鱼叉手看准时机，一击命中，瞬间海面就被染成红色。翻车鱼不断挣扎，另一名鱼叉手接着补了一刀。等翻车鱼停止挣扎，他们合力拖到船上，一上岸就开始分割鱼肉。鱼叉手被分配到了最好的部位，他们会用沙子把鱼肉包裹起来，挂起来风干。晒干的鱼肉还可以换取玉米或者番薯，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顶级美味。但翻车鱼还是太小了，并不能给全村提供足够的食物，他们必须要捕到1条抹香鲸才可以。抹香鲸只在每年的5月到10月才会出现在这片海域，他们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休整几天后，承载着整个村庄的期盼，他们再次扬帆出海。运气不错，很快就碰上了鲸鱼群，只有在鲸鱼喘气的短短几秒，才有机会捕捉到它。他们一次次地把鱼叉刺向鲸鱼，终于捕获了一只幼小的抹香鲸，但这也足够全村吃上几个月了。鲸鱼被分割完成后，女人们会把鱼肉腌制好，挂起来晾干，这样可以保存几个月。抹香鲸的头部也会充分被利用，里面含有丰富的鲸鱼油，混合上其他油脂就可以做成蜡烛。村民都在享受着丰收的喜悦。这里是拉马莱拉村庄，位于印尼总部的东面，当地土壤贫瘠，根本没办法耕种。为了活下来，村民也只能靠海吃海。数百年来，鲸鱼一直是村民赖以生存的食物，这里也成了最后一个被允许捕鲸的地方。每天睡觉前，整个楼的人都要摸一摸水管，确定没动静才敢睡觉，因为一到半夜，公寓就会传来凄惨的哭声，声音开始前水管就会震动，已经成了一种信号。哭声是从墙里传来的，声音大到整个房间都有回声。小哥说这声音听着非常恐怖，有多恐怖呢？接着打开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一般都会持续90分钟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点，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。公寓住户都听到过哭声，也录到过一样的声音，他们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。物业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，大家每天都活在恐惧中，有人都不敢回家，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为了帮大家解决问题，记者拿着录到的声音去找专家，很快就发现了异常。专家表示这声音很有规律，更像是一种人为录制剪辑过的。简单来说，应该是有人专门录制了这个哭声，通过扬声器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到底是谁在搞恶作剧呢？大家在公寓安装了摄像头，想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接下来就等声音出现了。结果等了一晚上，完全没有声音，大家没有放弃，继续在公寓布置了更多摄像头，一直等了2天，声音都没再出现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他们用胶带把大姐的眼睛遮了起来，接着让大姐做数学题。他们只是想求证一件事，因为这大姐说自己有3只眼，即使遮住双眼，仍然可以看东西。说着就要展示自己的绝技，戴上特制的眼罩开始读报纸，结果还真一字不差地读了下来。而且大姐还上过电视，被多家媒体报道过。难道真的有特异功能？大家决定换一种测试方法，先在角落偷偷画了几个图形，然后让大姐照着画出来。没想到还真难不倒她，众人都叹为观止。大姐表示自己这属于第6感，能感受到周围磁场的细微变化。平时在家都蒙眼打扫卫生，就是为了不断训练第6感。不过呢，凡事要讲科学，毕竟眼罩是大姐自己准备的，说不定里面就有猫腻。于是节目组现场制作了一个眼罩，又用胶带把她双眼遮起来。
现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光线。那先来到计算题吧。计算过程中，大姐表现得很奇怪，她始终侧着身子，不停转头，好像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。她解释说要用一侧的鼻孔感受数字。这时大家开始怀疑她的真实性，随后想到一个绝对不会作弊的方法，直接把黑色胶带贴在眼睛上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缝隙了。那么好，测试继续，在距离她3米的位置举起扑克牌，让大姐猜手上拿的是什么。这时大姐突然开始发功，一阵手舞足蹈后，什么都没猜出来。大姐却要求休息片刻，说能量用完了。只见她不停地大口吹气，片刻后就看到胶带被她偷偷吹出来一条缝隙。接着大姐表示可以开始了。为了防止她透过缝隙偷看，记者把扑克又举高了一些。大姐仰着头又是一阵比划，说记者拿的是一张小卡片。随即记者偷偷丢掉扑克，比了个数字3。这下他通过缝隙也没看清楚到底是数字几，随便说了个数字4。知道自己回答错误后，大姐突然说自己头好痛，第6感能量已经耗尽，今天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。随后匆匆离开了现场。这就没啥好说的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异功能，省流。骗子。